这是天气制止的雨声。5年前，通过电脑的 Photo Player 加全景声资源，我第一次在家体会到了多声道电影的魅力。虽然这个配置仍然好用，但现在我有了新的场地，是时候把音画体验推向更高的一个层级了。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，从规划设计、家具定制、设备选择，再到安装调试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。如果你对开放式客厅或者小房间的家庭影院感兴趣，希望能给你一些灵感。本次视频所有的产品皆为自费购买，无任何赞助。影音区大概3.5乘4米，开放空间，与 PC 区相邻，方便有线连接电脑和电视，它们共同构成 Home Studio 的娱乐区域。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创造观看环境，我选择使用遮光窗帘来创造暗室。定制轨道是我目前经历的最复杂的打孔安装，好在对精度的要求并不高，所以还算顺利。窗帘形式方便控制亮度，我并不习惯在全黑环境中待得太久，所以这并不是非常严肃的黑盒子影音室。白天会有少量光进来。游戏时我习惯打开背面，根据光线强度调整侧边窗帘，营造一个中等或者弱光环境。当夜色来袭，拉上所有窗帘，还是可以获得一个严肃的无光环境。PC 区也因此受益。还有一个好处是关于声音，外墙外连着大约180平摆满物品的区域，相当于一个天然的全频段陷阱。声音能量出去后返回的很少，这对控制混响时间很有帮助。显示设备，我的选择是 OLED 电视 ，LG C4 77寸，不到3米的观看距离，这基本上是能接受的最大尺寸。OLED 电视在对比度、清晰度、色彩、延迟上，在所有显示设备中几乎都是最好的选择。虽然100%窗口的全屏亮度250尼特不算太高，但对于我们这种能控制光照强度的环境来说，却非常适合。无论是中等环境光或者全黑暗室，亮度都没有问题。C 系列年年都会有小升级，今年是 C5， 明年是 C6。这个系列是 LG 销量最高的系列，而 LG 又是全球 OLED 电视市场的份额第一，所以它的功能、交互、应用都非常成熟。就比如说 ，LG 是第一个，也是目前唯一能通过内置的 Apple Music App 输出杜比全景声的电视，所以对于听音乐来说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当你不再满意回音壁，想更进一步，唯一的选择就是传统家庭影院，这涉及到2个设备 AVR 和音响。AVR 可以理解为多声道的解码功放一体机，接受声音的数字信号转换为电流，驱动无源音响发出声音。我最终的目标是 7.1.4， 也就是7个水平声道，1个低音炮，4个天空声道。但本次视频让我们从 4.1 开始，4个水平声道，1个低音炮。4.1 是拥有完整环绕声场，同时对家居布局要求最小的方案。电视挂装还是立装无所谓，电视柜尺寸无所谓，沙发靠不靠墙也无所谓。对于小空间来说， 4.1 是非常理想的起点，以后也可以无损升级到更多声道。
我也想把这个升级过程做成一个系列，把不同声道数的不同效果展示给大家。基于我对声道数的要求，我选择的 AV2 是天龙 X3800H。它支持9声道功放、11声道解码，这意味着原声支持 5.1.4。如果再搭配一个立体声功放或者一对有源音箱，就能实现我的最终目标 7.1.4。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，房间校准系统，它自带奥德赛校准，除此之外支持付费升级到 Dirac Live 校准。Dirac Live 今年发布的一个最新技术是 Dirac Art， 原理是主动发出相反相位的声音，去抵消多余声波，从而创造出更准确的声音，有点类似我们的降噪耳机。而目前 3800H 是支持 Dirac Art 升级的最便宜的 AV2， 这也是我选择它的重要原因。音箱的选择我不想太 old school， 家庭影院发展这么多年，很多老观念其实已经不太符合现在的需求了。我们听的从立体声到 5.1， Star Wars， 再到现在的杜比全景声，声音的制作逻辑已经变了。按照杜比官方的建议，所有扬声器的音色、频响和扩散特性都应当尽量保持一致。既然这样，相同扬声器当然是最好的选择。我决定只用一种音箱来实现完整的 7.1.4。这就要求音箱不能太差，因为单个音箱的下限就决定了整个系统的下限。但也不需要太贵，只要能在80赫兹以上保持相对平滑的频率响应就可以了。80赫兹以下的低频就交给低音炮。我的选择是 KEF 科音 Meta 无套射。这是去年发布的新款，声音取向偏监听，同轴结构使它的中高音很强，和声学校准系统的适配度很好，符合我们配合低音炮使用的需求。还有一点非同轴是做不到的，它能横放当中置，符合 One for All 的指链。当然，它是成对出售的，你得想办法解决剩下的那一只。低音炮我的选择是 SVS 1000 Pro， 没有任何虚的理由。首先，它封闭式结构受环境的限制较小，低音到20赫兹的全频段覆盖，功率对于大多数的楼房空间完全够用，是个性价比不错的炮。目前我们只需要2对科音 Meta 加这支低音炮，就能组成我们的4.1系统。OK， 看来我们的背景也解锁了新的区域。输入设备这一块 ，LG 电视的 webOS 对于国外流媒体已经足够好了，当然这需要网络环境。我没有观看下载电影的需求，如果遇到喜欢的电影，使用美区或者港区的 Apple ID， 在类似的 Apple TV App 购买就行。港区的有中文字幕的电影多一点，注意是 App 不是 Apple TV 盒子。所以我也不会单独再配 Apple TV。webOS 对于国内的流媒体支持反而不好。如果有相关需求，你可能需要一个国内的电视盒子。游戏设备这边是 PS5、Switch 2和 PC。我个人更喜欢所有设备连接电视，再由电视回传到 AVR。好处是可以只用一个电视遥控完成所有操作。毕竟这个 AVR 的遥控器手感多少有点可惜。在我们进入安装前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：影音室的家居与风格。这对我来说和功能性一样重要。如果一个玩具看起来不好玩，那么就没人会玩，对吧？对于这种开放空间，我希望影音室能特别一点，同时又要融入整个 Home Studio 的现代风格。我想追求一种复古的现代。OK， 听起来是有一点冲突，是吧？但是有一种风格你可能听说过，现代主义浪潮时期诞生的一种家装风格，
我们把它叫做 Mid-Century Modern， 简称 MCM， 中世纪现代。如果能做出那个年代的味道，那这就是一种复古的现代。我还有一个目标，不花费任何钱在没有功能性的装饰上。这不仅是为了节约成本，同时也是为了契合现代主义形式追随功能的理念。所以我们需要只用音箱、音箱支架、电视、电视柜、沙发、小咖啡桌，最多再加一个地毯，在不添加任何不必要元素的条件下，体现出 Mercer 的风格。我决定用线条结构搭配复古色调来实现。第一个需要决定的家居是沙发。听音有个理念叫皇帝位，这个位置一般位于沙发的中心，是声音效果最好的位置。问题在于现在的沙发太喜欢用分体靠背和坐垫的缝隙分开每个位置，这就导致2人位的皇帝位正好在接缝处，而3人位的沙发在2人使用时也会有相同的问题。我第二个要求是高背，希望能支撑我进行长时间的观看或者游戏，加上外观需求，这3个条件大大缩小了搜索范围，可能说的有点太小了，以至于我没能找到心仪的沙发。我只好寄希望于定制。我了解到一款 MCM 时期诞生的沙发 Eames Compact Sofa， 目前可以通过 Herman Miller 购买，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负担不起的价格。好在我找到了一个广东的家具厂可以做，厂商做型专业，但是对于面料的理解就差点意思了。提供的选择都不符合我的要求，后面我干脆自己在淘宝上选好面料，再直接寄给厂商。这就是它最终的样子。没有固定的座位分区，符合人体工学的靠背，轻巧的外形，复古色彩，甚至这个面料还是防水的。但缺点也是有的，这种小众家居的异地定制不亚于一场赌博。没有样品，我没法提前体验坐感。填充的海绵过硬，坐感很像老式的棕榈床垫，还有坐高对于1.7米以下的人来说有点高。后来我不得不取掉脚钉来降低高度。复刻家居肯定是比不上原版的，特别是这种小众款式。不过考虑到他们的差价，总体来说我是满意的。你们觉得如何呢？设备架也是定制，这个就简单多了，画个示意图交给淘宝铁艺定制的店铺，他们会懂的，而且价格实惠。这完全是根据我的每个设备的尺寸设计的。上面2层使用玻璃凸显线条结构，而下面的全黑铁板就是用来遮地面的线。但这个价格你也别指望细节和用料能有多完美了，到时候我就用泡棉对玻璃进行了一次加固。很多人一看到低音炮放在架子上，就会觉得这肯定影响音质。这种担忧有道理，但不全对。低音炮只负责80赫兹以下的频率，这种厚度的板对于200赫兹以下的低音传播影响基本为0。而且选择封闭式的低音炮不需要考虑空气流动的问题，理论上是没问题的。但是我仍然翻车了，问题不在于传播，也不是共振，而是在于这块1毫米的铁板刚度不够。低音炮自身的振动一传到铁板上，铁板就开始晃动，这直接影响了低音单元的振动质量。但是我还是要辩解一下，并不是低音炮不能放架子，只是要求架子要能提供稳固的支撑，对质量和做工的要求较高。那买都买了，我的解决方法是硅胶垫。这是一块高度经过精确测量的硬硅胶垫。现在低音炮通过硅胶垫直接与地面接触，铁板不参与承重，
问题解决了，但牺牲了一些颜值。如果你们也要用类似款，我建议要么更换更厚3毫米以上的铁板，并让铁板与框架满焊，要么就在设计的时候取消掉低音炮区域的铁板，让低音炮直接落地，这样就应该不会出问题了。支架要显高级，底托一定不能比音箱底面大，要能隐藏在音箱下。同轴音箱的高音单元在中间，比一般的音箱低，再加上沙发的坐高比较高，要让高音单元对准耳朵高度，音箱支架的高度也需要高一点。这个支架的高度是定制的80厘米，柱子是实心铁柱，单个支架重15公斤以上。所以能同时提供线条感的外观和稳定支撑。还有一个小细节是底托可旋转，这样可以实现音箱通音的同时，底座能保持和空间的对齐。当然，这个旋转是我主动问的，卖家可能也没有觉得这是卖点。因为所有的这些，我才决定购买这款有点溢价的支架。固定音箱我使用的蓝丁胶，强度不错，不用担心倒塌，而且方便微调，非常适合这种底部没有安装螺丝孔的音响。连线与理线是阻碍大家搭建家庭影院的最大壁垒。不过这对4.1系统来说还是比较简单。我使用的是这种2乘2.5毫米粗的音箱线，线一般都会用颜色或者图案区分正负极，通过杜比官方文档确定好音箱的位置，拆件到合适的长度，连接 AV2 和音箱就完成了。不过理线就不是那么顺利了，本来是不会太麻烦的。我选择的是这种带胶线槽，沿着墙角走。但是我的墙面太差了，一碰就掉灰，不仅站不稳，还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。理线是完成家庭影院的最后一步，这种时候出现这种问题是最考验心态的。这些步骤单看都不复杂，但真正做下来，其实包含了大量的规划、旋频、反复确认，再加上这么多的定制件，这么多的细节，对我来说，大部分也都是第一次。我已经花费了太多的耐心，不出意外，我爆炸了。有太多更简单的选择，我开始思考这些是值得的吗？答案肯定要等到完成后才知晓了。总之，在摆烂了几天后，通过打孔，然后用膨胀螺丝强行固定。最后再慢慢补墙灰，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好在我的工作室风格就是比较粗野的，效果还不错。大家正常装修的乳胶漆墙应该不会出现我这种问题。其实也不要觉得走线麻烦 ，AV2 就像是中央电源，
能够用比较细的电线管理音箱，而反观回音壁的后环绕或者有源音箱，它们有着更粗的电线，需要更多的电源口，有些还拖着一个接收器。相比之下 ，AVR 的线材管理更合理，而且音响越多，这种方式的优势就越明显。所以走线并不是缺点，反而是传统家庭影院的优点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完成了全部的工作。我知道我几乎没有声学装修，很多人以为传统家庭影院必须做声学装修才能发挥出效果，但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。回音壁反而更依赖声学环境，它需要左右平衡相同材质的墙体，坐在受限制的聆听区域才能达到最佳的环绕效果。而传统家庭影院布局本身就更加科学，不做任何的声学处理，声音也能自然地分布在正确的位置上。再加上 AVR 的房间校准系统比回音壁好得多，它大大降低了对完美声学环境的要求，所以从回音壁换到传统家庭影院，本身就可以看作声学环境的一次升级。我打算先评估房间校准系统的表现，再决定后续系列要不要涉及到声学装修这一部分。回到我的空间，这就是它完成的样子。我比较满意的是用最少的元素实现了我想要的风格，配合这种开放的空间，怎么说呢？你家中一定有一个地方没事儿就想坐一坐，它对我来说就是那个位置。May thy knife chip and shatter. May thy knife chip and shatter. Look.「それってどういう？这是他的声音，
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要我来评价这个声音的话，声音的质量是一个很好的概括，方位清晰，低音干净，各声道平衡。使用的过程中，你会很快地忘掉设备，沉浸在内容里，不会出现不和谐的声音把你拉出这种沉浸体验。现在回到刚刚的问题，这一切值得吗？相信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答案。よろしく裸。如果你正在犹豫要不要搭建自己的家庭影院，我当然推荐。对我来说，声音提升明显，外观也更喜欢。不过有2点确实是需要提前考虑的。第一是预算，以各品牌的当季产品来说，声音部分 4.1 基本起步就要 1.3万，是顶级回音壁的2倍。而我的费用如下。实话说，家庭影院的价格起点是比较高的，但起点通常也可以当终点使用。第二是评估理线条件，主要是看 AVR 到后环绕的走线路径。如果是新装修的房子，提前预埋暗管，走线当然是最美观的，但也少了一些灵活性。如果是明线，左右至少有一侧有墙或者窗框，就可以像我这样沿着踢脚线或者窗框布线。如果都没有，也可以借助地毯，用扁线在地毯下走线。最差的情况是需要穿过人行过道，不仅会影响一些美观，还会挡路。这就要看个人的接受程度了。如果以上2点都不是问题，这是我的配置，也推荐给大家。其中 AVR 是有2个选择的，这些都属于是中高性价比的各品牌的当季产品，而且都保留了升级到更多声道的能力。当然还有更多的设备推荐，需要的话可以单独开一期视频讲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老实说，电子产品迭代飞速的今天，很多风靡一时的数码产品都快被遗忘，传统 Hi-Fi 也渐渐式微，但传统家庭影院仍然有它的价值。声音质量不必多说，多声道的安装便利性，以及作为一类家居的独特美学也同样出彩。虽然这么一套设备的价格并不便宜，但投入后的反馈还是很清晰的，远远谈不上是情怀，更不是玄学。总之，我认为在今天，这依然是一个适合投入一些金钱和时间的爱好。谢谢大家看到这里，这是我的第1个视频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现在 UP 主很需要大家的支持，我也会持续分享数码家居生活相关的视频。我是智慧社，我们下次见。